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您与我们分享了一系列关于外国人初学中文为何如此困难的研究资料。坦白说，这些材料看得我真是大开眼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从这些有一点复杂的学术分析里，帮你扒一扒这里头最关键、最能点醒人的那几个地方。是的，这些资料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不是简单的说一句中文很难就完了，它是从那个认知科学的角度，像用手术刀一样，特别精确地剖析了困难到底在哪儿。没错，我以前也跟很多人一样，就觉得学中文嘛，不就是声调难、汉字难写吗？但这些分析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观点，一个让我一下就原来如此的概念，叫什么呢？叫三维度认知负荷的叠加效应。这个说法听起来有点学术啊。哈哈，是有点，但这个概念确实是理解整个问题的钥匙。你可以这么想，一个习惯了字母语言的人，比如说英语吧，他来学中文的时候，他的大脑被要求同时做3件他完全陌生的事儿。第一，一套全新的声音规则，也就是语音声调。第二，一套全新的视觉符号，也就是文字汉字。然后第三，一套全新的逻辑组合方式，也就是基础语法。这可不只是学3样东西，这是要求大脑同时在3个独立的战场上作战，每个战场都在疯狂消耗你的认知资源。哇，3个战场同时开战，这个比喻很到位。那行，咱们就一个一个战场得看，逐一拆解一下，看看学习者到底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认知风暴。先从声音开始，也就是材料里说的那个首要屏障——声调。说到声调，咱们都知道妈、马、马、嘛这个老例子，但是对于一个母语里压根儿没声调这玩意儿的人，真正让他们头疼的到底是什么？是耳朵真听不出来，还是说嘴巴就是说不对？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核心的挑战其实是他们的大脑需要对音高，也就是 pitch 这个声音元素的功能进行一次特别的怎么说呢？重新编程。对，就是这个词，重新编程。在他们的母语里，音高变化通常只跟情绪和语气有关，比如你很惊讶，声音会高一点，或者问句结尾语调会上扬。音高是个调味品，表达情绪的。对，但是在中文里，音高是构成词义的砖块本身，它和元音、辅音是一样的，是区分一个词和另一个词的基本单位。我明白了。所以当他们听到马的时候，大脑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这人情绪有点低沉，而不是这是一个词儿，意思是 horse。 就等于说大脑里那个管声音的部门得重写一遍工作手册。重写工作手册，这个比喻太精准了。而且这种重新编程的难度，在处理第3声，也就是上声的时候，会达到一个顶峰。第3声的音高轮廓本身就很复杂，是个先降后升的 V 字形。对，很难发标准。但更要命的是，它在实际说话的时候非常不稳定，会发生连读变调。比如咱们说你好，2个3声碰一块儿了，第一个你在口语里就得变成2声。这对初学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靶子，你刚瞄准它就变了。哇，这里有个数据，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惊到了。研究里说，如果一个学习者没法准确掌握声调，那他每记住100个词，大脑实际上可能要处理400种潜在的声调组合。这简直是几何级数增加记忆负担啊！听起来都不像学语言了，像在破解密码。这个数据很震撼，但咱们也要理解，它描述的是一个理论上的最坏情况。在实际交流里，语境能帮你排除很多不可能的组合，但它确实点出了核心问题。学习者的每一次发音都像在走钢丝，生怕掉下去就变成了另一个意思。这种持续的紧张感会大量消耗他们认知资源，
让他们根本没法去想更高级的表达。我还看到一个更有意思的发现，就是说母语也是声调语言的人，比如越南语使用者，学起来也未必有优势。这有点反直觉，我还以为他们会如鱼得水呢。恰恰相反，研究发现，他们可能会因为母语声调和普通话声调的不完全匹配，产生更顽固的负嫌疑。简单说，一个越南语使用者可能会下意识地用越南语里某个降调去套普通话的第四声，但这两个调的音高曲线、时长其实都有细微差别。这种差不多的错误，比一张白纸的初学者那种完全不会的错误还要难改。原来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表面的相似性反而会变成一个更深的陷阱。这个提醒，我觉得在学习任何新领域的时候都值得警惕。好，那我们假设学习者历经千辛万苦，总算能勉强搞定声调了，但他一睁眼，发现自己面前还有一堵更高更厚的墙，那就是汉字。这些分析指出，这里的核心矛盾是，学习者必须同时维护两套系统，一套用来听和说的拼音，还有一套用来读和写的汉字。对，这种双系统并行和学字母语言的体验，那真是天壤之别。你想，学英语一旦掌握了26个字母和基本的拼读规则，词败量就可以进入一个指数级的快车道。看到一个不认识的词，比如 photosynthesis， 你至少能八九不离十地把它读出来。能猜个大概。但学汉字在初期完全就是线性的，一个一个痛苦的叠加。多学一个词就得多记一个或者好几个全新的复杂的图形符号，这种认知负荷的量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注意到这些分析里反复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认知锚点。这听起来像是记忆汪洋里的一个救生筏，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指的就是部首。一个高效的学习者，他不会把汉字看成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笔画，而是看作由不同功能的部首和部件拼搭起来的类高积木。部首就是那个认知锚点，它能提供关键线索。比如带3点水的字儿，大多和水有关；带提手旁的，大多和手的动作有关。但很多初学者没有掌握这个方法，他们看汉字，估计就像我们看一幅复杂的电路图，试图死记硬背每一条线的位置。我能想象，当汉字数量超过几十个，大脑的内存肯定就崩溃了。正是如此。当然了，部首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它还会误导你。比如说这个字儿，左边的言字旁提示它和语言有关，这没问题。但右边的对在这里只是表音，和它本来的意思交换完全没关系。这种系统里的不确定性本身也是一种认知负担，学习者得不断地去判断这个部件在这儿是表意还是表音还是啥也不是。这就让我想到了材料里提到的另外一个隐性的挑战，叫延时反馈。这个概念我觉得非常有启发性。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心理因素。它的意思是，学习者在学汉字的初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去记笔画、记结构，但回报非常低。因为只有当你的汉字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比如几百个甚至上千个之后，你才能真正开始感觉到部首的规律，才能看到不同汉字家族之间的联系，学习效率才会开始提升。在那之前，学习者就感觉自己一直在一条又黑又长的隧道里走，但迟迟看不到光。我完全能理解那种挫败感。他们很可能会把问题归咎于自己，觉得是自己记性差，或者没有语言天赋。完全正确。这种负面归因是导致早期学习者放弃的一个主要的心理杀手。他们意识不到，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这种语速文字系统固有的陡峭的学习曲线决定的。而且，很多学习者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会产生一种脱钩行为。他们过度依赖拼音，
结果就是口语说得越来越流利，但一拿掉拼音，看到汉字就跟文盲一样，这严重限制了他们往更高级别发展的可能。所以，就算你克服了发音和认字这2座大山，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的中文听起来很生硬，表达不地道。我猜这背后就是那些我们平时最容易忽略的东西，语法，对吧？没错，中文语法常常被误解为简单，因为它没有英语那种复杂的动词时态变位，也没有德语里复杂的格位变化。但这恰恰是最大的陷阱，因为它的复杂性是藏在一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功能词里的，特别是实体助词了、这、过。说到语法，很多人都觉得中文语法简单，但了这个字几乎是所有学习者的噩梦。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英语里的过去时？问题直击要害。学习者犯的最大的概念性错误，就是试图把自己母语里的时态，也就是 tense 系统，和中文里的体 aspect 系统进行1对1的错误映射。英语的时态关心的是动作发生的时间，过去、现在、将来，而中文的了关心的是动作的状态，特别是完成这个状态。哦，我曾经有个学生，他坚持认为我明天会去这句话里绝对不能用了，因为事情还没发生嘛。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通过各种例子，才让他明白，我明天到了就给你打电话。这里的了强调的是到这个动作的完成状态，它是一个必要条件，跟时间在未来无关。这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思维转变。这确实是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啊。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量词，英语里可能就是 to books， 非常直接，但在中文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本。对，量词对学习者来说，不仅仅是多记一个词那么简单，它背后其实是一套对世界万物的文化分类系统。为什么是2本书的本？因为它和装订成册的东西有关。为什么是一匹马而不是一头马？为什么是一条河、一座山？这些量词的选择反映了汉语文化在历史上是怎么观察和归类事物的。学习者不仅要记住名词 plus 量词的搭配规则，更要去感受和理解这种分类背后的文化认知逻辑。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的语法范畴了。好了，我们已经分别深入了语音、文字和语法这3个战场。现在咱们把它们放在一起，看看当一个学习者需要同时应对这一切的时候，叠加效应的威力到底有多大？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对，我们还是用材料里那个经典例子。当一个学习者想表达一句在中文里再简单不过的话，我买了一本书，他的大脑必须在一瞬间，像一个高负荷的中央处理器一样，同步处理好几件事。我们来数数看啊。第一，语音层面，它要正确的发出买的第3声和书的第1声。如果声调错了，说成卖，那意思就完全反了，一场交易就变成了一场误会。第二，语法量词层面，它必须从记忆中为名词书选择正确的量词本，而不是凭感觉随便用一个个或者章。这需要一个瞬间的准确的知识提取。第三，语法实体层面，它要正确的使用了来表达买这个动作的完成，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过去式标记来滥用。最后第四，如果他需要写下这句话，文字层面，他还要从记忆里提取出我买了一本书这6个汉字的复杂字形，一笔一画都不能错。这又是对视觉记忆的一次巨大考验。这么一分解，我还意识到，一句我们脱口而出的话，对初学者来说，这是一场认知风暴。
这里任何一个环节卡住或者错误，沟通就会断带，产生误解，或者干脆就放弃表达了。这种高密度的同步处理要求，可能就是那种巨大的挫败感的根本来源。所以总结来看，这些材料最终的观点是，声调是即时口语交流的瓶颈，说不准别人就听不懂。汉字是学习者长期发展的巨大障碍，不认识字就永远没法进入深度阅读的世界。而那些看似简单的功能词，比如乐和量词，则是精确地道表达的潜在危险，用不对就会让你的中文听起来很奇怪，甚至产生歧义。声调和汉字就像是中文学习初级阶段的两大守门人，他们共同决定了学习者是能继续走下去，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中文世界，还是被挡在门外，最终选择放弃。所以通过这次对你提供的材料的深度解读，我们看到学中文真正的挑战并非某的单一的难点，而是由它独特的语言类型决定的。文字、语法这三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要求学习者的大脑同时进行重构，由此带来了这种巨大的叠加的认知负荷。是的，而这些分析其实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思考。既然困境来自于叠加，那么一个成功的教学方法或许就不应该在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压力都同时施加给学习者。这很有意思。你的意思是把这些困难拆开来解决？没错，材料里其实就暗示了一种解耦 decoupling 的策略，也就是说把这些认知负担分解开来处理。比如说在学习的最早期，可以花上几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专门进行高强度的声调感知和发音训练，暂时完全不用管汉字，先专攻一项。对，或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允许学习者更深度地依赖拼音来进行阅读和交流，先把口语和听力的基础打牢，等他们对中文的声音和语法结构有感觉之后，再逐步的系统地引入汉字系中。这个思路其实对你学习任何一个全新的、复杂的领域知识都有极大的启发。当你感到异常困扰、进度缓慢、充满挫败感的时候，或许可以停下来问问自己，是因为这件事儿本身就难到无法理解，还是因为我正试图同时掌握太多套全新的系统规则和思维方式？或许把它们拆开来，找到那个最关键的瓶颈，然后逐个击破，才是更聪明也更人性的策略。